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金鸡奖提名出炉，赵丽颖遗憾无缘，网友热议原因。乔妍的心事零提名背后，女性困境的模糊表达与金鸡奖主流叙事的冲突，揭示流量演员转型困境与评奖体系的结构性偏见。乔妍的心事在本届金鸡奖上的零提名现象，确实值得深入剖析。其实就是演得不好，要是演得好，当然就有提名了。金鸡奖作为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奖项之一，评选标准往往倾向于主题先行的作品，尤其是那些符合主流价值观、展现时代精神或社会正能量的影片。乔妍的心事虽然触及了女性困境、原生家庭创伤等社会议题，但其叙事核心是个体在身份迷失与资本裹挟下的挣扎与妥协，结局甚至带有一定的虚无色彩，如乔妍最终放弃事业回归缅甸。这种对成功学的消解，与金鸡奖近年来推崇的奋斗叙事光明结局可能存在根本性冲突。影片中女性角色的反抗最终仍被困于亲情绑架或物质牺牲，如为孩子放弃自由，未能提供一种更符合主流期待的突围方案，可能被评委视为价值导向模糊。影片试图融合悬疑、文艺、女性题材等多种元素，但呈现效果却显得割裂。一方面，悬疑线如经纪人控制、身份秘密被简化成工具性情节，缺乏真正的心理惊悚深度。另一方面，文艺片追求的人性剖析又因剧本节奏问题而流于表面，如姐妹情感转变的生硬。这种既要又要的创作野心，导致影片在类型辨识度上陷入尴尬。它既不够商业以吸引大众市场，又不够作者化以赢得艺术片评委的青睐。金鸡奖近年虽鼓励类型创新，但更偏爱长安的荔枝好东西等叙事工整、主题鲜明的作品。而对乔妍的心事这类模糊地带的影片可能缺乏包容。赵丽颖作为85花中积极转型的代表，她的突破演技如抽烟、忧郁表情的细节刻画在片中确实可见，但行业对流量演员的标签化审视仍难以摆脱。金鸡奖评委或许更倾向于将奖项授予宋佳、咏梅等已有演技派标签的演员，而对流量出身演员的进步持审慎态度。这种偏见不仅关乎演技，更是一种对流量原罪的结构性不信任。即使演员付出努力，其作品仍易被归为粉丝经济产物，而非严肃艺术。金鸡奖的评选从来不是纯艺术维度的竞争，而是资源、人脉、题材平衡的结果。小小的我阳光俱乐部等未上映影片却能获得提名，说明资源先行的规则仍在起作用。相比之下，乔妍的心事虽有赵德胤国际电影节常客指导，但其创作背景涉及缅甸边境，身份议题可能被认为敏感，而影片对娱乐圈潜规则的讽刺，如经纪人控制、资本剥削，也可能触行业痛点，导致其在评委投票中缺乏支持。影片试图通过乔妍的遭遇隐喻现代女性的普遍困境，但其表达方式如结局回归家庭，却被批评为妥协于传统价值观。观众期待看到女性打破枷锁的彻底反抗，而影片却给出一个略显悲观的答案。这种不彻底性既未能满足大众对爽感的需求，也未能提供足够有力的批判性思考，最终陷入两端不讨好的境地。乔妍的心事的零提名，并非简单的质量否定，而是中国电影评价体系多元性不足的缩影。它揭示了一个现实，在当前的评奖机制下，那些试图在商业与艺术、个体表达与主流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的作品，往往更容易被边缘化。对于创作者而言，这一结果或许是一种警示，既要保持作者性，又需更巧妙地与评奖逻辑对话。而对行业来说，则需反思如何建立更开放、多元的评价维度，避免艺术探索被单一标准束缚。金鸡奖作为中国电影界最具分量和影响力的奖项之一，每一次提名名单的公布都牵动着无数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心。今年的提名一经揭晓，立刻引发了热烈讨论，
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赵丽颖作品的零提名。这样一个结果，让许多喜爱她的观众感到遗憾，也让不少人开始思考，赵丽颖为何会无缘这份名单？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原因？在近几年的演艺道路上，赵丽颖早已不是那个只依靠古装剧走红的小花，她凭借一步步稳扎稳打的选择和努力，不断拓宽戏路。无论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温婉坚韧的盛明兰，还是幸福到万家里敢于为公平正义发声的何幸福，她都用真挚的表演征服了观众，也赢得了不少业内肯定。特别是乔妍的《心事》这样的现实题材影片，赵丽颖展现出的细腻情感与人物层次，令许多人看到了她作为演员的成熟与突破。正因为如此，许多观众在金鸡奖名单公布后，第一反应便是惊讶与不解。事实上，奖项评选的过程并非单纯由大众口碑决定，它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，涉及评委的审美、行业趋势以及当下电影创作的整体风向。赵丽颖无缘金鸡奖，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表演不够好，更多可能是因为影片整体的宣传、市场影响力，甚至与评奖方向的契合度不足。很多业内人士也曾直言，奖项固然重要，但它并不是衡量演员价值和实力的唯一标准。就像赵丽颖过去无数次用作品说话一样，她的力量从来不依赖于奖杯来定义。在网友的讨论中，有人感到遗憾，也有人表达理解。一部分粉丝认为，赵丽颖在乔妍的《心事》中的表现已然足够优秀，入围与否并不能抹杀她的努力与成绩。另一部分人则指出，金鸡奖更倾向于表彰电影整体性和行业导向，赵丽颖的作品或许暂时未能契合评奖的标准。无论哪一种声音，都透露出观众对赵丽颖的关心与支持，也说明她的演技早已成为大众认可的共识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赵丽颖一直以来的职业态度。她不是那种追逐热度和噱头的演员，而是安安静静沉淀自己，专注在每一个角色上。即便在娱乐圈这个浮躁的环境中，她依然坚持作品为先。这种品质或许比奖项更能打动人心。许多网友也表示，奖项会有缺憾，但观众的心不会骗自己。一个演员真正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奖项的认可，更在于作品能否留在观众心中，而赵丽颖无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。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赵丽颖这次无缘金鸡奖，未必不是一种新的契机。因为没有入围，她的表演反而引发了更多话题，观众开始重新审视她的作品和演技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影响力的体现。娱乐圈的发展节奏极快，获奖只是一个瞬间，而留下印记的演员才能真正走得更远。赵丽颖之所以被不断提及，不是因为她获得了多少奖项，而是因为她的角色带给观众共鸣，她的经历带给观众力量。很多影迷在讨论中也提到，赵丽颖的成长之路与许多普通人相似，她没有背景，靠着不懈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。从北漂小演员到一线女星，她经历了无数次被质疑、被低估，却总能用一次次优秀的表现回应质疑。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，才是赵丽颖最大的奖杯。即便这次未能获得金鸡奖的青睐，她的未来依然充满无限可能。结论上，我们可以说，奖项的结果并不能否定赵丽颖的价值。她依旧是那个凭借坚韧与努力赢得观众喜爱的演员。每一个没有奖杯的遗憾，都会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动力。或许未来某一天，她会凭借更加厚重的作品登上金鸡奖的舞台，但即便没有，她依然是无数人心中的最佳女主角。在这里也想对所有观众说，不要因为一个奖项的缺席就感到灰心。真正的好演员，真正的好作品，不会因为没有入围而被遗忘。赵丽颖的表演，她所诠释的角色，已经深深印在观众的心里。这种影响力比奖项更持久。作为观众，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支持她，继续相信她的潜力与实力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
赵丽颖一定会用更多角色为我们带来感动与惊喜。因此，让我们带着理解和期待去看待这次的结果。金鸡奖的舞台固然重要，但演员的舞台更广阔。赵丽颖的故事还在继续，而属于她的高光时刻也一定会再次到来。对粉丝而言，最大的意义不是她是否获奖，而是陪伴她一路走过的努力与坚持。让我们共同期待赵丽颖未来更多动人的作品与精彩的绽放。王一博 China GT 大放异彩，勇夺 GT3A 组佳绩，实力再获认证。当85号赛车冲线瞬间，王一博用季军奖杯撞碎偏见，证明热爱从不是问题，而是答案。从剧组到赛道，他用每月200圈训练和手心劳茧，让流量明星在赛车场赢得尊重。从赛道到岩壁，王一博的热爱从不是问题，而是勋章。当2025年 China GT 上海收官战的引擎声间隙，85号奥迪28赛车冲线的瞬间，王一博与队友相拥跳跃的身影，再次颠覆了大众对流量明星的固有认知。所谓太喜欢赛车的问题，在 GT 上午3点组季军的奖杯映照下，早已成为他最鲜明的勋章。这场耗时80分钟的角逐里，王一博的表现藏着超越爱好者的专业素养。从第3排第5位起步，他在直道上精准。85号赛车冲线瞬间，那件赛车服藏着他的热爱密码。引擎声还没散尽，上海赛道的领奖台上，他指尖抚过季军奖杯。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的勋章，倒不如说是热爱撞碎偏见的声响。那件印着85的赛车服早被汗水浸透，数字是他的代号，也藏着粉丝的默契。85快乐请加满。没人知道这是当天第3件湿透的队服，就像没人算得清他围着2分04.584秒的最快圈速练了多少个深夜。第4圈的打滑几乎让全场窒息，车身剧烈晃动时，他稳打方向盘救回赛车的瞬间，击碎了明星玩票的论调。要知道，3个月前他还在追风者剧组练算盘，如今已成为中国首位集齐 GT3 冠亚季军的一人车手。赛车和爬山本质是同一种坚持，前者要和计时器较劲，后者要跟自己的耐力死磕。就像他拍热烈摔3个月练地板动作，练车时每月200圈模拟器训练也从不含糊。这种狠劲让时尚圈打破竞品不共存铁律，也让赛车场为流量明星敞开大门。当娱乐圈还在争番位，他已在赛道上用速度说话。那些手心的劳茧，撞车48小时后重回赛场的倔强，比任何通稿都有力。在娱乐圈，很多人习惯用顶流来形容王一博，但真正懂他的人都明白，这3个字并不能完全定义他的全部。他不是被流量裹挟着走的偶像，而是一个始终在突破自我的多面型人才。最近，他在 China GT 的赛场上大放异彩，勇夺 GT3A 组佳绩，不仅让粉丝振奋，更让整个赛车圈为之一振。这份成绩背后不是偶然，而是他日复一日积累的专业实力与不懈努力，是他用汗水和拼劲写下的真实篇章。赛车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运动，它不仅考验车手的反应速度和体力耐力，更需要在瞬息万变的赛况中保持冷静和判断力。对于王一博而言，这绝非是娱乐圈光环的加持，而是他以赛车手的身份交出的一份硬胡答卷。很多人或许认为艺人涉足赛车不过是玩票性质，但王一博用实际成绩告诉所有人，他并不是来凑热闹的，而是以一个真正的职业车手姿态，稳扎稳打地证明自己。在 GT3A 组赛场上，每一圈都凝聚着他的心血，每一次超越都源于他背后无数次的训练与分析。要知道，从舞台到赛场，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。一个是华丽灯光下的掌声与喝彩，一个是轰鸣声与速度极限的较量。王一博能够跨越这2条完全不同的道路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非凡的勇气与选择。
娱乐圈的身份或许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关注，但赛车的世界只认实力不认人气。能够在 GT3A 组取得佳绩，说明他完全有资格站在这个赛道上，与真正的赛车手同台竞技。正如许多专业人士所评价的那样，王一博的表现配得上职业二字。回顾他一路走来的经历，就会发现这份成绩并不是一蹴而就。从最初的兴趣，到系统的训练，再到一次次参赛积累经验，他走的每一步都极其扎实。他曾在雨夜里通宵练习，不断分析数据，甚至在别人休息的时候依旧选择加班加练。这样的敬业和投入，并不是所有艺人都能做到的。或许正是这份拼劲，让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展现出超凡的稳定性与判断力，让他的车技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。王一博在 China GT 的表现，也让很多质疑他的人闭口不言。曾经有人觉得他只是凭借顶流身份跨界，注定只是昙花一现。但如今，他的名字却和成绩紧紧绑定在一起。那些属于赛道的荣耀，不可能通过人气换来，只能靠真刀真枪的较量拼出来。他能够在 GT3A 组斩获佳绩，不仅是个人的荣誉，更是对他多年来努力的最佳回报。这是对他职业态度的认可，也是他一次次突破自我的见证。与此同时，这一成绩也给粉丝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。大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闪耀在舞台上的偶像，更是一个用行动证明热爱可以变成专业的真实案例。王一博用自己的人生故事告诉所有人，不要被身份和外界的眼光所局限，真正的勇敢是敢于走出舒适圈，敢于追逐心中的热爱。无论别人是否看好，只要你自己足够坚定，就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这种信念感，或许正是王一博能不断吸引观众的最大魅力。更重要的是，王一博在多个领域的成长，也为娱乐圈注入了新的思考。他并没有被单一的身份限制住，而是用多期发展的方式，活出了最真实、最精彩的自己。有人说，他是在刷新顶流的定义，不再只是数据与流量的堆叠，而是真实实力的展现与自我价值的延展。无论是作为演员、歌手，还是作为赛车手，他都在用行动告诉我们，人生没有所谓的固定轨迹，敢于选择，敢于坚持，才是最大的底气。结尾想说，王一博在 China GT 赛场上的佳绩，不仅仅是一份奖项那么简单，它是对他多年努力的最好证明，也是他不断前行的动力。对于观众来说，这样的王一博值得期待，他的未来依旧有无数种可能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会带来更多惊喜，无论是在荧幕上，还是在赛道上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陪伴与见证，把每一次掌声和喝彩都献给那个不断突破、不断成长的少年。王一博用行动证明，顶流不仅仅是被关注的人，更是敢于突破自我，不断书写新篇章的人。而这才是真正让人动容与敬佩的地方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